当霸凌者第一次被同学霸凌，他的反应却让人惊讶。 1학년 짱이라는 놈이 어떻게 이름도 없는 새끼한테 깨지고 와? 谁都不曾想，那个脾气火爆的狠角色，现在却乖得跟小绵羊一样。明明是高1年级的老大，可偏偏栽在了新来的转学生手里。 승준아, 어떻게 싸우면서 깨질 수가 있냐? 빨리 얘기해. 之前受的那些屈辱倒还能忍，可面子实在丢不起。崔之赫撂下狠话，让他把对方脑袋敲开花，不然谁也别想回学校上课。想到自己老大惨败的样子，硬碰硬肯定行不通。于是他们提前躲在一个没人的小巷里设下埋伏。金逸谦跟江允基两人压根没察觉到危险正靠近，有人拉下面罩，猛拧油门，金圣俊从后方飞速冲向两人。就在快要撞上的那一瞬间，他高高举起手里的家伙，狠狠砸向对方的脑袋。木棍咔嚓碎掉的同时，金逸谦也应声倒在了地上。 摊开两只手，掌心全是刺眼的血迹。允基出于本能掏出手机打了通电话，却被对方直接拒绝了。万一父母知道了这件事，那后果根本不是他能承受得起的。걱정하는 게 중요해. 하지 말라면 하지 마. 剧烈的冲击让他没说上两句话，就倒在地上，彻底昏了过去。等他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江允基正拿着自己那个宝贝随身听，他一把就抢了过来，又顺手扯掉了正在输液的针管。因为他害怕去补习班迟到被父亲责骂，所以急急忙忙打算离开。可最让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妈妈，괜찮아？他对母亲的关心完全没放在心上，但眼神却不安地瞄向了父亲，只好重新躺回病床上。父亲没有过问伤势的情况，反而更在意他到底遇上了什么事。 어떻게 된 거냐? 계단에서 미끄러졌습니다. 好在江允基及时站出来帮忙，才勉强把这事给糊弄过去。可父亲接下来的一句话，却让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冷到了极点。 너는 학교에서 몇 등 하니? 네. 등수가 어떻게 되냐? 전 공부 잘 못합니다. 看出父亲对自己充满敌意，江允基只好礼貌地起身告辞。两人之間的默契，其实在几天前就已经悄悄改变了。自从上次把金生俊打败以后，江允基就对他越来越有兴趣。 야, 승준 새끼 졸라 놀랬을걸? 범생인 줄 알았는데 이거 완전 또라이네. 역시 싸움 실력은 재능이야. 역시. 金一谦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江允基总是缠在自己身边，而且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他提醒。而他给出的理由， 너의 재능을 한눈에 알아본 유일한 사람? 他虽然听不太明白，但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得赶去补习班，因为刚才耽误了时间。父亲已经发来消息，表示非常不满。他低头看了看衣服上的血迹，赶紧跟江允基互换了外套。临走时还给了他一支 BB 霜，用来遮掩伤口。虽然嘴上没说什么感谢的话，但两人之间的交情就从这一刻打下了基础。可到了补习班，却发现父亲正跟老师在争执，因为这次模拟考的成绩不理想，补习班把金一谦从高等班降到了中等班。 시간 짧아서 이거 몇 문제 못 풀었다고 그걸 졸업하고 내보냅니다. 그럼 시간 줄 수도 있는 거잖아. 아니면 한 번도 할 수도 있는 거잖아. 此刻压抑的气氛似乎已经到了极限，他脑子里不受控制地回想起之前跟金圣俊的那场较量，那种打得酣畅淋漓的对决，还有拳头砸在身上的真实触感，跟每天回家都要面对的打压式教育比起来，他似乎慢慢迷上了那种感觉。随着金圣俊高一最强的名号被夺走，也就导致了后来金一谦被人偷袭，送进了医院。一开始他并没有多想，他心里越来越觉得不对劲。金圣俊满脸愁容地走进医院，偏偏迎面就碰上了母亲。 의겸이는 어때요? 다행히 많이 다치진 않았어. 听到这些，他总算安心了不少。可之前跟金一谦打架留下的伤痕还清清楚楚地挂在脸上。母亲下意识伸手想关心他。 너 여기 얼굴이 왜 그러니? 어머, 이거 만지지 마. 흉지겠다. 연고 발라야지. 아, 엄마가 걱정하시겠다. 这突如其来的关心让他一下子慌了神。对一个从小就没了妈的人来说，这样的关心实在太要命，同时也深深戳中了他心里最软的地方。他红着眼圈转身就跑了出去。出院后的金一谦担心功课跟不上，没多休息就直接来了学校。结果一进门就跟金圣俊撞了个正着。 김의겸, 앞으로 깝치지 말고 쥐죽은 듯이 지내라.
这番话不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，反而更像是在好心提醒。 야, 김승준. 내가 김희겸 데리고 오라고 했지. 내 말이 말 같지가 않냐? 어? 김희겸이 무서운지 내가 무서운지 한번 해보자는 거야? 没能把金一谦带回天台，让大哥崔智赫恼火得很。经历了之前那些事后，他对金一谦的敌意倒没那么重了。 그 새끼가 이제 다시는 까불지 않게. 金俊的解释让他面子上挂不住，甚至把这看成是对自己的公然挑衅。他气冲冲地闯进教室，还随手打翻了金一谦的随身听。放话让他们午休时间去天台，不然接下来3年里他们会没完没了地被报复。作为成绩拔尖的学霸，面对这种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家伙，只能靠示弱来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 죄송합니다. 다 제 잘못입니다. 근데 용기는 보내주세요. 他果然答应了对方的要求。接着，崔智赫把注意力转到了自己身上，让两人面对面互相盯着。 승준아, 이놈을 매우 쳐라! 可过了一会儿，金圣君依旧一动不动，甚至把身体转过来正对着他。这种拒绝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。崔智赫的火气一下子就炸了。 개새끼가! 他举起木棍狠狠打了下去，没想到一向听话的小弟竟然为了一个外人让自己丢脸，这让他更加恼羞成怒，手里的木棍越打越狠，嘴里还骂着金圣俊是个没用的废物。 그대로 맞아봐야 선배 무서운 줄 알지? 어? 야, 강윤기! 어? 몇 명이야? 뭐가? 내가 이 새끼 보내면 내 앞에 몇 명 남냐고! 2명! 他一把夺过木棍，猛地挥出一拳。 手无寸铁的他根本不是金谦的对手，从这儿就能看得出来，当学霸把心思放到打架上的时候，那可怕的学习能力才经历了2场硬仗，就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了。只不过崔鹤志的强项并不是拳头，而是棍法。手里有了武器的他，简直像换了个人一样。 야, 장난 아니야? 선배한테 달려들었으면 벌을 받아야지, 씨. 出棍又快又狠，把金一谦的所有攻击都挡了回去，双方攻守瞬间调转，打得他步步后退。每次出手都被距离给限制住，面对手里拿着家伙的对手，他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被击倒在地之后，贺志迅速压了上来，用棍子死死卡住他的喉咙，强烈的窒息感一下子涌上来，空气像是在一点一点被抽走，眼神也越来越模糊，感觉下一秒就要彻底昏死过去。 내가 한 짓은 이걸로 퉁치자. 两人再次交手，虽然还是在挨打，但之前的经验告诉他，必须想办法靠近对方，才有机会找到翻盘的关键。可对方也早就猜到了他的打算，不停地变换站位，拉开距离，把他死死挡在安全范围之外。直到金一谦看见了对方手里的木棍，心里这才有了主意。他试着用手去抓那个木棍，可速度太快，根本抓不住。于是他靠着左右闪躲，趁机贴近对方身体，让他没法再挥棍，但还是被对方推开了。接着不停的反击，不过好在这次金一谦学会了用胳膊格挡来减少伤害。在持续被攻击的情况下，他终于抓住了机会，用身体一侧卡住了木棍，同时右手蓄满力气砸出一拳。 김진이랑 콤비네이션 보고 싶다고? 내가 대신 보여줄게.
仅仅交手过一次，就把之前金圣君用过的所有组合拳都记在了脑子里，还直接用在实战当中，说明他的战斗天赋真的很高。这一刻，他已经开始显露出王者的潜质。 虽然解决了高2的最强战力，但就像他说的那样，前面的阻碍还远远没有清除干净。 남은 2명은 누구야? 4학년들이야. 남승식, 허성우. 当金一谦在绝境中完成反杀，靠着金圣俊的组合全逆风翻盘，靠的从来都不是蛮力，而是能在每一场实战里吸取教训，并且完美的用出来。而这场从高1打到高2的突围战，这才刚刚拉开序幕。我是大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중요하게 드릴 말씀이 있습니다.